今天呢还是和雪梅姐啊，我们在边吃边聊，边吃边聊了。对，因为我们要用吃来化解一些得到一些欣慰啊和满足。我们都发现彼此都发现有一些很奇怪的现象哈，就是作为公众人物吧，其实我们做 YouTuber 算公众人物吗？算公众人物啊，你的脸都给大众看了。是哦，都上万个人要看。对，像刚刚我们经过那边，不是有一个观众就说我有看到你们的吃啊、对玩啊这样子，这个好吃啊，他会这么样跟我们说，你们一定要拍，他这么说。对，所以就是我也觉得像这样的话，我们就要承担一些什么样的责任的，什么样的责任？对。而现实的传播啊，你看最近的很多事情啊，包括跟鱼丸有关系的是吧？和你们大马华人到底是怎么来大马的一些不雅的言论啊，其实我觉得是比较粗俗的言论啊，有关系嘛？那为什么就是好像你表现得越黑啊，好像还越有人会这样去做？其实我理解这只有两种可能，要么就是讲的人上海话叫脑子瓦特了，就是脑子坏了脑子坏了。要么就是讲的人有些问题，对不对？就是你不能控制自己的言论，你完全不知道自己在讲些什么。要么呢，就是这个是这样做确实有好处，人不就是为了有好处他才会这样去做吗？直接一点就是说有流量，因为流量能够带来钱。对呀，就这么去做了所以就是这个事情让人很困惑。那像雪梅姐也讲了，我们是公众人物，应该怎样去做？为什么要这样去做？因为即便说你有一定的标准，你有一定的道德的原则在那里，也可能会有高有低。像我们刚刚和这里的老板聊，我觉得他是高到不得了啊。是每个人又都不一样，我们怎样画自己的界限最终让自己满意其实我们在学校也没有教我们怎么做一个公众人物，没有公众人物要有什么责任，没有。但我觉得我们就可以从幼儿园开始了我们回想去，我们在幼儿园老师怎么教我们，这样子讲话是不对的，这样讲话是没有礼貌的，你要排队，你吃东西的时候要跟人家说一说。其实我们从小已经有这种道德观念在了。其实对，有一个原始的，就是老师教的、家长教的，或者是社会教的，都一定会有。教的。其实我们，你说没有课本教，其实我们从小都在学习做一个人的责任。那今天我们是一个公众人物，那我们的公众人物的责任，也就是学好学上面什么向善向什么正能量美，真善美正能量，对，正能量的。那会回到最前就是首先这个话题，我想问一下雪梅姐，你觉得是不是从各种各样的事情，包括你也举到一些大马国手的事情大马国手的，你可以跟大家介绍一下社会责任是不是就是说现在反而他们很刻意化就身为公众人物，我觉得你不变不左不右就算了他会存心的向负面的方向去走，这是不是一个现象，一个越来越多的现象？因为你以前是演员，也是公众人物怎么玩流量，我相信你都是很清楚的。我清楚了，在圈子里面的话，如果你为了要说我要争取一个好机会的话，可能我从好的方面我做不到的话，因为做好很难或者做好也很难被人家发现那我就有这些招数去搞噱头啦，去让别人注意我啦，使坏就是可能就是一件很简单的事情那有些人真的很容易就达到目的就因为这样子达到目的就真的是可以成功是吗？成功赢得一些机会，能不能长久不知道啦，就是短期的机会比方说他的目标是为了拍个戏，所以他这样来真的是引起关注，可以拿到这个戏份是可以的。那你觉得长期来看是有好的结果还是并不好？我觉得回到自己本身的话，你快不快乐对我来讲，如果我去使坏比如说我天天说导演喝茶导演吃饭导演什么什么什么那如果这个举动我是开心的话，那 OK 但是我自己不开心我觉得当今因为是一个媒体很发达的时代所以在媒体上就会看到特别多，因为各种各样的媒体还很多，比方说像 X 或者像 Facebook 在 YouTube 这种现象就会变得很多，很多人的脾气就会变得好像反正隔着屏幕你也不能拿我怎么样对吧？对，然后我的人生我的自由我的言论好像又是受到了一定的界限的保护，
他会比较的肆无忌惮，肆无忌惮到只是说当今的战争不是说我们刺刀见红这样，那他就会非常就是说他不屑于让10万个人、100万个人不舒服，都觉得这样 OK 啊。其实这种就给你带来心理伤害，让他变得更加的无度嘛，更加的不收敛。因为有黑就有白嘛，对啊，有白就有黑嘛，有好人就有小人嘛。那我们怎么样去凸显白？我们必须要用黑的去凸显白。我们要怎么去看到这个好？我们就要用坏的东西去凸显这个好。那他在某一方面的话呢，他也团结了我们大部分的人。可以这么说吧？可以，我觉得是的。另外就是要说，如果再说回这件事的话，我觉得我要特别向这位昌少说谢谢，你也辛苦，也要辛苦下去了，你要撑下去，因为如果他这条线，其实我们是说他踩线如果这条线是踩到别人的身上，或者是踩到我身上的话，我可能就是忍着，然后不懂要怎么做，因为我没有什么法律的背景啊，没有很硬的那个实力在。那幸好就是他踩到他的身上，那他也积极了采取行动去把这件事情用回正确的管道去处理。我觉得我们也要对这位昌少给他支持。对，我也觉得一个社会应该还是需要有一些，你光说正能量就还是要有一些有能力的人，他是可以去坚持他的价值观，对吧？对，他坚持，可能之前他也踩到了一些人了只是那些人真的是没有办法去说话他不像昌少，他本身也就是一个自媒体，他有自己的平台，你看他就是一路上他踩了很多人，我们好像知道踩了哪一些人，那他们没有办法去发声那今天硬踩下去了，踩到这个硬板了那也就是什么你们说的什么作恶多端有自由作恶多端必自毙那我又说如果我们要看做自媒体的话呢我们那么多的自媒体的朋友那我们要做哪一个自媒体我觉得还是跟雪梅姐来讨论的一个结论就是我们的导向还是会跑去说当今我们怎样做好自己，这是才会有一些价值，才会做好自己才会就说让别人看到一些积极的，就雪梅姐你经常讲的用生命影响生命嘛你怎样去做才会更加重要，并不想在黑的里面再去搅和更多，是吧？让黑变得更黑。当开头的时候雪梅姐已经觉得是一个即便你发了 YouTube 不论流量多少，你就真的是一个公众人物，因为有那么多不认识你的小孩对吧？老人都有在看，各个族裔各个国家的人都有可能会在看，是你的一句话一个举动都会影响不知道哪一个人这个也就是我是说我是不知道怎么样我自己做回了一个博主，一个公众人物，因为我从演出表演这些开始，其实从我中学的时候开始，我就是学校的风云人物了嘛那时候我已经很知道了，大家都在追你，我的说的一句话可能会让一个人很难过或者可能就救了一个人所以一直延续到我今天，我都在说OK 我做那么多的视频，演那么多的戏说那么多的话都有力量的我不知道什么时候有一个人听了我这句话他积极了他觉得他有希望，所以我都会觉得这不是单向的，其实它不是单向的我们是说粉丝吧粉丝也在影响着我比如说我会监督我自己了，因为我不知道这边有谁在看着我所以你一直有这种自我警醒的事。对这很有意思自我警醒就是说我今天拿了那个垃圾了可能我随意我在家里就丢了，可是我在公众地方我不知道有谁在看着我，可能那个窗口外面有人在看着我了
哎，刚好如果他刚好拿着摄像机，我不知道，但是所以我就会说，哎，小心吧，这种动作我们小心吧，说话小心吧，但我不会觉得我不愉快。雪梅姐，那你对自己的作为公众人物的要求是什么？有没有一些这个你想过的哪几条是你坚守的，是对自己的要求？就回到是说，哎，我幼儿园老师教过我什么，我就是什么咯。然后只有如果要讲的话，就是8个字了。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比如说我跟你约会，8个字啊，对，我跟你约会，我不喜欢迟到的话。那我自己本身就不要迟到。我不喜欢人家对我大声呼叫的话，我就本身就要对回人家怎么样。你做视频也是这样的？我也是以这种方式。就是我做人无论我是做演员也好，我不喜欢人家对着我发脾气，带着私人的情绪进剧场，不迟到这些。我自己都要求我自己做到，就是你要很清楚自己喜欢和不喜欢是什么，对吧？那么有一些在你看的顶不顺的这些情况，会不会就是他就是这样的，所以他觉得是己所欲的，而施于人我看那我管不到别人的嘛，你要丢垃圾，我不能管你啊，那你是你自己的问题啊，对吧？那我会说，哎，我会把这个垃圾丢在这边。如果我跟你比较好的感情的话，哎，垃圾可以丢这边哦，或者我去把它捡起来。那可能你丢了，我去捡起来，可能我们就没有朋友做了。我觉得会这样。我觉得有些人，比方说也是身为公众人物嘛，是，那他做出的事情让你感到很不爽嘛，会不会他也是秉持着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可是他觉得，哎，这个事情我可以接受啊，我就是这样的，无所谓啊，所以我就这样做啊。那么问题就是。公众人物有没有一个基本的底线？就不论你的个性、你的价值观是什么样的，你都基本要遵守的这个就牵涉到了那一句话那3个字：做自己。做自己。那你可以做自己，你做自己的前提，你必须要尊重。尊重我们桌子的人，尊重整个大环境。你有尊重了，你就不会随意啦。也要尊重别人，对吧？对，你做自己，你就要尊重。你把尊重放在那边，你做自己，你就很开心，别人也开心。我是觉得是这样，就至少要尊重别人，然后才可以做自己，这是一个大前提，对吧？是。其实我做视频没有多久的时候，我也就发现我怎样，我不说流量会好不好，那个真的我管不到，我觉得那只是一个结果。可是什么过程、什么初心是可以控制的话呢？我一直跟王开在节目里面会讲，就是我们至少是要个人的、真实的，就我不去讲其他人。太多那个我觉得我无法评价，我也会失准但是呢我可以告诉你这是属于我个人的一个经历也好，一个想法也好。第二呢要是真实的，因为有些人他会讲我个人怎么讲，结果你发现都是编出来的。我觉得那个也不好，那个会让我感到很不舒服。不过认识你以后呢，而且你经常我们在讨论一个相对负面的、抱怨的、社会上不好的事情你总是会说那你会有意无意的，有时候用问句，有时候很明确的说，你都会来提问说，那这个事情的意义在哪里，或者它的正向的点在什么地方？后来我就知道你其实有个座右铭，就是用生命影响生命嘛。我就很受到你影响，我尽量也会把这一条给加上去，就是要去做一些正能量的事情。这个又是我变成我们后面的第3个信条，这跟你有蛮大关系。因为我们能够成为公众人物也不是容易的，我们大部分的观众喜欢我们也不是容易的，对。就为什么我们会成为公众人物？我觉得有些人他本身，其实我们都有的，就会有影响别人的一种力量，是，对，我们会有一种光影响着别人的，那我们就要好好的利用这个我们的能力。应该是这样，能力或者天赋这些，对，有一个观众给到我的一个评论使命吧。观众给到你的使命，一个使命吧。他会说：“雪梅姐，为什么你最近没有出一些视频？因为最近我们就出国比较多，就少拍了一点吧。然后其实我们很喜欢。”你去旅游的地方，我们没有办法去到看世界你带他们看世界没有办法去到，我们都很想要看。那我就觉得，真的是
因为我们很幸运，我跟杨哥很幸运，我们都到处去旅行了。对，我有一个使命，就是说，哎呀，我们用我们的摄像机带大家去一些我们大家可能去不到的地方，或者看不到的地方，这又是一种责任。你讲到很好这又让我意识到说，每个人的使命，每个人的责任其实会略有差异的。因为你感受到你做这个节目，比方说你身为演员，或者你做 YouTube， 使命本身就会有差异，有很大的差异。这种就是粉丝给到我们的动力。因为有这种动力，我们才会继续做下去。有时候我们会懒下来，突然就会想到，那个坐在轮椅上的粉丝，他在等着我带他去玩呢。对，这样子我就赶快又积极起来了，我拍多一点。那我会发现我们做 YouTube 没有多久就也会去考虑这个问题。后来也找到一个使命，就我们在1年的时候进行复盘，就觉得说，到底为什么我们每天要在这里讲，要拍？我们有什么东西实现了，会让我们感觉是，首先是上天好像有一只手放在你的肩膀上说，你就这样去做然后我自己就会觉得很安心，我 achieve 到很多东西嘛。所以我们有一句话叫给他人异乡生活的勇气，因为我们自己就生活在异乡嘛。而大马人的故事恰恰就是一个把他乡变成故乡的一个过程，对吧？你们的这个生活从胶原，从锡矿里出来，建设了吉隆坡，建设了这么多的城市，变成自己的一个故乡。那为什么要有勇气呢？就是它是一个无中生有的东西。你很多人，我们回到中国会讲很多说，哎呀，我真的想改变你们好勇敢，它永远不会变。那不是说你经过精心的计算说，我这样算下来 OK， 生活在大马最值得，我就去，有个 AI 会告诉你绝不会这样子。是你要突然的生出一些动力说，我必须这样去做。就像我们带着500磅11个包，3个人就大年初一到这里，那你才会去做。所以我们要给别人就是那一刻的那种一点点的元素，叫做勇气，他就突然愿意改变了。就我们是带着这样的使命才会说，那我必须要分享个人的真实的，别人看了才会感觉最强嘛。并且这个使命我觉得会随着时间改变，比方说就受到你的影响，认识你，其实背后还是认识了更多大马人。发现大家都在讲每次都在说，我应该要更多的正能量，很多人都会这样讲，我就被他们这个字感染到，才意识到这里社会的底色是什么样的，才会加入到我们的一点点被更新的这种新的世界观使命里面去。所谓的正能量并不是永远的很给我们叫给来的那种我要正能量，我要正能量。我们毕竟是人我们还有是负面的东西的这一些东西。那我们看到的东西，也就是我们这边看到的东西。所以拍视频有一个很有趣的现象，或者是很有意义的一个方式，就是我们也可以接收到我们的观众粉丝朋友给我们的一些交流他会那边有更好的，那边有更有趣的，那我们就或者他给了一个观点，我们这个也不错。那这个也是我觉得让我世界更开阔的一个管道，就是我们拍摄视频我们做站出来讲话的人我们也得到了不少的就是你觉得自己也是会有收获的。是包括说我会说粉丝在监督着我，粉丝在推动着我。这是一个很好的补充因为作为一个中国过来的或者说本质上是一个中国人我们在正能量这个词上是有过改观的，有过很大的改观。因为你知道作为中国人是普通人像我这样是很不喜欢正能量的你知道为什么吗？你知道吗？其实有2个原因一开始就是正能量它的来源实际上在中国是因为有一个人，有一个英语培训机构的一个校长吧，一个老师，一个创办人，他其实个人是很猥琐的。他每次把女的同事叫到办公室说你看你身上都是负能量，我要给你一些正能量，其实是强奸他们，有这个故事。然后第二呢，后来国家居然拿正能量去宣传。所以在我们看起来，所谓正能量并不是我跟你讲你要正能量，你跟我讲的正能量，而是总是在新闻媒体，在 CCTV 里面讲这是一种社会的正能量，大家要怎么着，总是这样讲的。所以说第一是一个自上而下的要求，第二它的故事本身是一个很恶心的故事。所以我们觉得正能量是被强迫的，然后本身又是一种很恶心的故事。
那么我们到了大马才发现，大家要讲，原来就是愉快一点，然后给别人带来更多的愉快，就是它本来的意思，就是一个那么简单、那么正向、那么朴素的一个事情。是，其实正能量这个，我觉得也有人他说，因为他知道正能量是很好，然后他就每天就是正能量去，正能量去，正能量觉得正到自己都乱了，是吧？都乱了。其实所谓正能量，就比如说下雨了，你就有2种心态了啊。然后我们买了机票，千里迢迢的去一个旅行的地方去旅行，然后突然间下雨了，你怎么去看？今天的行程泡汤了，还是今天的行程特别有意思？对，因为下雨。这关于自己的，就是不是说别人来教导你。对，而且它常常也包含着是跟我们刚刚讲的，身为公众人物啊，就是你对周边人的一种尊重，你给别人是增加愉快的，是减少负面的，对吧？那么这样来看，作为公众人物，其实如果你可以带出更多的正能量给你可以影响到的社会，哪怕是几千个人、几百个人。或者你有些人可以上万个人、10万个人、几十万个人，我觉得应该就是你的能量越大，你真的是责任会要越大，越大，会越大，对。不是说你觉得我只是在做自己，我是做的是自媒体啊。那就回到是说如果我天天赶着我的肩膀很多的重量的话呢，我很多责任、很多的使命的话，那我会很压力的嘞。那我身为一个公众人物，我要怎么去面对这个呢？我觉得以公众为一个最基本的出发，就是生活在社会上，除了我们个人嘛，那我们必须要知道我可以影响的面和辐射的面是什么样的。你要尽你最大的限度，不要让你会被影响的人产生那些负面的事情。你可以有自己，但是你也不能去让别人变坏，这同时都是你的责任，就是。我是这么认为，只要是你自己做这。你自己做这没有，就是平时我们接触的东西，我们看的书籍啊，看的听的人说话啊，自己先要去消化一轮，然后再回到幼儿园老师的时候，最基本的最基本的就回到我们自己最基本的爸爸妈妈以前教我们怎么样，老师以前教我们怎么样，道德是怎么样，然后它变成我们的生活的话，其实它就不是一个压力了，它就不是一个压力。我平时都没有乱丢垃圾的呀，我平时都明白你是要变成自己真实的一个行为，对吧？对，这真实的行为啊，人品啊，人格啊，就变成是自己的。怎么样才变成是自己的？我们就要去修。所以我一直觉得，像你们做演员，然后我们做 YouTube，也是一种对自己的一个修炼过程。是，所以我常常就常说的，这个跟我的学生说的，先做人后做戏。你把你的人做好了，你做戏就真实真诚。我也是这样想，我也觉得先做人，我们就做事情，那就不一样。我也是这样想，因为我明显感觉你做 YouTube 从道法器术就方方面面都觉得是对自己的一个修炼。一开始我会听自己说的话，哎呀，怎么这么多的口头禅啊，这么多这个那个啦，啊，我就发现我的说话就语言的表达也是要修炼。然后你的形象，再到后面就一定是你讲的你的价值观，你怎么为人。你看观众下面的留言像我一开始刚来大马的时候在 Lotus 里面买到一个扫把很不好，我找他们退，很多观众就会说，哎呀，你自己应当留好小票啦，得饶人处且饶人啦。我一开始从中国过来嘛，我会觉得我东西不好找他们是理所当然的。但我后来把它视作什么，就是大马人对自己更高的一个道德标准。我从观众身上学到以后，那你未来也就是说我尽量的去得饶人处且饶人，让自己也开心一点。我会知道整个社会都这么做事啦，那我也这样做事，是不是自己也会快乐一点？就是真的就是你看。通过这样的一个事情，对自己是有一个修炼嘛？是，所以我突然间有想到一件东西，就是日久见人心那我看你 William， 一路上这样子做，然后看王太这样子一路上这样子做，因为一开始我觉得，哎呀，这一个马吹原来你也是这样想的。我刚开始我就跟雅哥讲，哇，他好吹捧马来西亚然后。这么2年3年过来了，然后看，他真的是很热爱马来西亚，真的是很真诚的去分享他遇到的好人好事，然后让整个社会很温暖。他是真的
很爱很爱。是，因为我没必要去吹。我没必要讨好观众嘛。对，那个吹的东西其实是久了，我们知道它不存在。那一样的放在那一家人的身上的话，他也是日久见人心了。他一开始的人设，然后现在慢慢破了，甚至露了狐狸尾巴，整个真面目露出来都很恶心了。就这个虚伪的东西，回到自己个人的本身我们知道时间是有作用的。对，而且我觉得回到个人为什么我想讲一下，即便现在有很多人会觉得我们是马吹，那我们觉得没有必要。因为我实际上我看了很多人为什么做得很好，我觉得深谙一个呢就是说你可以做一些负面的东西啦，还有你要怎样做得好呢？那你就把观众当成是神一样的把它捧起来啦。我们完全知道大家爱看什么嘛，我们都装作什么地方我都是第一次了解，哇，这个好新鲜哦。大马华人真的很不容易啊，所以我以前一直开玩笑，我说你要流量好就做一个系列就好，叫做大马华人好棒系列你就 OK 因为大家爱看这个，大家想知道世界上外国人是怎样看我们大马。我们大马其实做到很好，但是我总感觉被委屈了，还有那么多人没看到我们。但是我想给到的是，我就为什么也在这种情况下，我要坚持说是个人的真实。你哪怕你觉得我是马吹 OK， 那个是你看到的，你的镜子里看到的。但是我表达的是我个人的真实的，对吧？我的目的也是就是让自己安心因为我真是这样想，我才会真是这样去做。而且是你们遭遇过不同的事情遭遇过很多事情，然后你们有去思考很多。对，比如说从中国过来嘛。对，我提到9A 的事情，就是说9A 上不到本地的大学，上不到他心目中要去的那个科系，那王开就讲了你们的大陆的一些状况。对，我们没有看到你们这个遇过的事情。是原来你们遭遇过的那么事情，所以你看我们这个9A 的事情，濕水啦，我们遇过更厉害的。对啊，我就觉得是你们自己本身的智慧有智慧，有你们的经历，然后用你们的想法，所以会看事情或者是我表现出来在荧幕前的就不一样了。我觉得对，就是反观另外一边的话，他的东西就出来了，他的人生观世界观就出来了。我们刚才跟老板在聊，我也是内心真的是这样去想的。那个雪梅姐还比我再年长一点，你可以听听看有没有这样的一个经历心态的变化。为什么我们会这样？就是也会发现人其实年纪越大，某一些人他会心越软嘛。我是觉得呢，就是尤其是过了40岁以后我明显的就感觉好像我坐在一个火车上，脑袋里听到那个火车叮当叮当的声音越来越近，就好像你所不知道的，你所忘记的，生命会提醒你，然后你的心灵也会变得更加敏感，你的身体变得更加脆弱。那么回到这个话题上，即便你不讲你是公众人物还是不是公众人物，但你都是一个人吧，这没有错嘛。那你作为一个人，像老板做食物，像你做演员，我们做 YouTube。那等到我们离开这个世界的那一天不用讲这么久远了，就讲我们现在回看过去那1年的视频，有没有哪一支你觉得当时稍微有了一点哗众取宠，你在看的时候会觉得哇好恶心，我不太想看这个，你会有吗？我觉得有些我会有。我没有你没有，那就没有。但是我看回去的时候，我就觉得，难怪你流量这么少。我有看回有些视频，为什么当年这样子的？为什么当时会这样子？或者你演技会不会有感觉那场我的演的动作浮夸了，不是我真那个？我又不会我就会说，因为当下他就是这样。我当下我20岁演戏跟我40岁演戏是不一样的，因为我们的人生经历是不一样的。OK。那如果我们回看的话，我们甚至我们要去疼惜一下我们20岁的自己然后再来感谢20岁的自己。我有你20岁的那一步，才有我今天的这一步。OK。我懂你的意思。对，所以我没有特别当下我的视频这么烂，是因为当下我的程度就在那边我是觉得。我每一支我们做之前，我跟王太都会问，那这个符合我们的使命吗？然后呢，我们确保自己不要无病呻吟，不要就是说哗众取宠一个就不要装成自己有病第二个呢，不要去为了讨好而讨好。可是有一些我觉得浮夸了，所以我再回去看的时候，我会觉得那个里面有一丝味道，好像有一点科技很活在里面了，我不想要，我会有的。所以我就觉得你看。
你要做到让自己什么，就是你讲让自己愉快嘛，刚刚一开始说，我觉得就是让自己安心。因为你如果被自己做到臭不可闻的东西围绕，你会不会有一天你会觉得哇，我自己生产了一堆臭不可闻的东西？再讲到未来，你会。人都会，我就说会死嘛。你死的时候要各种安心啊，你不会那天还在懊悔，哎呀，我当初不应该做这些东西。所以我很害怕你要原谅你年轻的自己，因为当下你就是那个程度了。是。那你说到，哎呦，你们拍视频前还会聊那么多，我跟杨哥拍视频前是没有怎么样的他甚至他知道这个好吃，哎，来拍。是真的，他就来拍了我们是比较随性的。不过有时候就是你觉得很努力，但也未必，有时候努力的时候也未必拍得好。但我觉得随性，只要是本真，因为现在做自媒体就是要真嘛，非常非常重要，我觉得。所以就是这样咯，就是拿起来我是怎么样，就是我是怎么样，我就没有太大的人设在那边，然后我就选美就这样哦。他们讲哇，多少岁的人了还在那边跳跳蹦蹦。我当时就想跳，就想蹦啊！对，这就是你。那你不能接受的话，哎，隔壁去啊！对，你隔壁去。这时候再拿你刚才还有我们刚才讲到的这些公众人物的责任感再来看，哎，你没有影响到别人啊，是有对公众有尊重啊？有啊，有。我们没有不好的影响嘛？我是指，就是说你没有负面，就是你蹦蹦跳跳，那。然后可能是积极的，对我是当下的情绪，我是这样开心，也是属于你的，也是我当下就是觉得不是我来的呀，是我来的呀 ，OK 啊。我今天可能看回去，哎呀这么这样的，我是这么这样的，但是我还是承认我当时是这样。那爱看不看，这是观众的选择，这是观众的选择。那可能有一个60岁的看到没有，可能一个40岁的每天都很拘束的看到，咦，雪梅姐都这样咯，我为什么不要这样嘞？可能就这样子影响会影响到别人，没错。对，我最近有遇到一个，是我自己的远亲来的，他讲，我以前就是一直在扯衣服咯，不会跟人家讲话的咯。但是我觉得，为什么我不能像你这样呢？你也是这样啊，你是我姐姐，为什么我不能像你这样呢？我也是这么开心的一个人呐。他就有慢慢改变了，也觉得，哎，我说话就说我说错了，你请谅解啊，我就是这样子啊，就对，那他就会变得更加开心嘛，这就是一种正能量的传递。对，然后他就很开心的跟我在一起，他就觉得很开心的。我们也是，我们今年最开心的就是有一对夫妇，就是他们以前有看了我们的视频，来大马玩的时候又跟我们见面。我们又聊了以后，哎，他后来没过几个月就真的来马来西亚生活了，我们就感到非常非常开心。虽然说我已经做了1000多支视频了，已经有多少次观看了，但是终于有几个人来，我也觉得很好。我觉得哇，我是可以就是实现到我们的这个使命，给他人异乡生活的勇气了，就是而且哇，真的我觉得在我这边看你的话，我觉得哇，你把这个带到你的朋友圈去了。你把我马来西亚的一些生活啊、一些状况啊带到起码你的朋友圈去了，那而且重点是你的力量是真积极的，是积极的。然后你带出去，我觉得我很感谢。没有身为马来西亚的子民。有时候我是说开玩笑，拍视频不小心都说我们了嘛。最严重的就是说我们大马人，然后发现不对哈，赶紧把这句话卡掉。那这个也还好，这个也还好。我是说，因为就发生了很多什么中国人来的一些负面的消息，一不小心我说你们中国人然后还会这还有一个威廉，没有，我还有中国的好朋友，不能这么说。对，我还是觉得在当今社会因为很多媒体对人的影响越来越大。你看，从小孩到老人，每天都是捧着手机啊。如果看 screen time 不下8、9个小时是很正常的。是。那在这种情况下，更加我们要给自己提出更高的要求，真的是要道德要求更高，因为他们的背后是算法，算法只关心什么火就推给别人，平台就得意嘛。哪些媒体说 OK， 即便 Google 说是 Don't do evil， 不作恶嘛。但是这个我看在 YouTube 的算法上也是良莠不齐嘛。它都会当成是言论的一部分嘛。所以
当我们没有办法去管着别人的嘴巴，你骂出口啦，你骂啦，你说了一大堆不负责任的话，我们没有办法去管住他。那我们要给我们自己本身，对，给自己去有分辨的能力，或者是我们有下一代的，我们有我们自己的孩子，我们孙子的话，我们也要把正确的观念传给他们。因为我们没有办法去阻止各方面来的信息给我们的孩子，但是我们就要培养我们孩子有懂得分辨的能力。对，其实往下是这样去教导嘛，我觉得也是很对哦。我对自己现在还有个要求，就是积极的东西啊，我们也对自己要提出更高的要求，就不要随便拍。比方说杨哥啊，应该有个麦克风啊，就我们拍要好好去剪，因为我们要把好的东西要做到好，做到美，让别人认识到积极的东西也是有力量。比方说你是一个美女，你应该也要好好的穿衣服出来啊，不要邋邋遢遢的，这样叫惩恶扬善，要有个扬善的过程，善不会自动的就去，不然我们也见过很多社会是失败的，它的恶是占主导，也是有的，就是穷山恶水，因为那些人都是道德不是那么好，也是有很多社会是这样子。所以我觉得我们也要对自己有个责任，就是把好，既然是好，就要把它做到更有力量，更让更多的人知道，才会比较。那我们首先要懂得随性啦，随便啦，这样子。对，但我们要懂得就是什么叫做好，重点是这样。可是你的好未必是别人的好哦。对啊，所以我们也要认识这一点，就是我能做到的范围是这样。对，我的认知现在这样，我认为这个是好的。那观众自己也要懂得去分辨这个。对也要懂得去理解，我是人，对，我们是人，我们尽量是做好每一件我们的要求样子。是，我觉得就是做人性中善良美好的一面，但是你不能就走到另外一个极端啊，就变成这中国叫爹味嘛，你什么都不讲，你要这样哦，这样哦，就中国你知道吗？叫像父亲那样的叫爹味。叫爹的味，爸爸的味道叫爹味，爹味哦。像王太对这个就很敏感，他经常会说你看这个又爹味，那样也不好，就你没有权利去告诉别人应该怎样但是你可以宣扬自己的。这个我们讲为什么要真实的个人，就是这个，我不要爹味你，但是我让你看到我就好，看到一个有公众责任感的我就可以认真做事情的我，让有心做好事的人这样子。但是如果你觉得稍微有点偏颇啦，有点片面啦，你可以来跟我交流。对，但不是人身攻击不是不负责任的说话，就是我们有说到黑粉的。我现在是这样子哦，我发了一个文章，我会每一个留言都去看，看了这个留言他是故意来挑衅的，那故意放屁的，我一定会把他拉黑那别人就说你不能够接受各方面的事，这是我家里，你来我家里这边大便放垃圾的话，我为什么要容忍你？对，你留着一张纸巾，我可以帮你收掉，对吧？但是你如果大便的话，我当然不欢迎你。对，我是现在是索性我把它拉黑，我不在意这流量，我在意的就是我这边的是干净的、积极的。是因为有些人他没有意识到这是你家，他觉得你打开，你是一个花园，公共的，是不是？让我来随便进来可以踩。他没有意识到这是你的，他会觉得我过来我就是你的，我赏你一口饭吃，他是这样想，其实完全不是这样。对，我说对你善意来，我善意去，我也是要交朋友而已。我们就比较简单吧，以善对善吧？对，以善对善，你来我欢迎你，你是善意的，我就来欢迎你。那如果你是来搞屁的 ，OK， 拜拜，我不要你影响我其他的观众。我觉得也是把想说的话都说了就是站在我们公众人物的立场说了一些公众人物应该要说的话，讲一些自己内心的想法。也谢谢大家，如果你觉得这个有一些影响到你的话，就帮忙留言点赞都是可以的，也关注一下雪梅姐的频道关注一下我们的频道对，关注一下我们的动态内容，因为我觉得像 William 他们都很用心的去制作每一个，他未必是很好，但是他对我来讲是积极的，他可以给社会有一些积极的能量。谢谢梅姐，好，谢谢大家，拜拜。